昨天我看一个博主发了一个视频，在这家饭店啊，日本人开的，叫西太后，他家门口贴了一个这个贴啊，不让中国人跟韩国人入内。一会儿涛哥进去看看，到他家吃饭能出现什么情况啊？字儿都不会写，文盲。你ダメだろ？ダメです。どうして？書いてある。書いたじゃねえよ、バカ野郎。すごいな、払い。我这个中国料理的球。我卖你红料理也来吧一张。今天来了，这一坐，他告诉我这里是多少，你是多少？得讲那个，你看见没？把无耻已经发挥到极致了。这恶人先告状，他打电话想报警啊！你是上哪说理？还有王法吗？还有天理吗？今天必须得给他上一个啊！妹子，听见吗？我觉得这种我们所有的广大同胞们，谁看了谁不生气？像我这么一个平和的人，今天都已经不行了。涛哥，我想把那牌子给他摘了。咱别犯法就行，有的是办法治啊。営業権利は何もないです。看过没有？常識なさすぎです。絶対訴ってやるから。来看看吃啥？吃咱们中国的炒菜。没有，我们俺に迷惑をかけたでしょ。もう来なくていいからさね。でしょ？まあ変な人間の店も来なくていいからさ。这天来了啥呀？那人性有问题。来了，阿婶来了。骂人，他整个バカ野郎。お前バカ野郎だよ、バカ。ちょっと説明してほしいんですけど、普通は3人入ってきて、ご飯食べたら中国人だから出て行けって言われるのは、それどういうことですか？さんどうして、その理由がちゃんとしてくれなかったら、なんで外に行かなきゃいけないですか？警察もそんな常識ないですか？そんなこと言われたら腹立ちますよ。日本警察说：“那你出去吧。”我说：“你出去，你得给我理由。来吃饭了，凭什么让我出去？”面给点面子啊！那日本人どうして恥ずかしくないですか？そういうことされたら常識なさすぎ。我问他，你们作为日本人丢不丢脸？对于这件事，バカの人間、バカのことやってるじゃない。我々としてはそれ取り締まりができないから。他们就是扶老太太过马路，给自行车打个气儿去，就和稀泥行。把看板拿下来，那俺たち絶対入れないですよ。行かないですよ。この紙を外したいんですけど。外すのはダメです。良くないです。那你觉得这个事儿我们接下来应该怎么去处理呢？就是不让中国人进的中华料理。来，让我们看看这个，来，中国人不许进入，还用韩语标上。碰到正在为我们战斗的同胞们，过来。剥がすのはダメ。お店のものだから。なんで？这个老头就是不摘。走，警察，日本的警察啊，他们只能扶扶老太太，看看哪儿猫丢了。但是遇到这种事情，他们是一点办法没有，总是有一些右翼老日本在破坏我们努力争取来的和平。他的这种行为在日本虽然不违法，找律师、找警察也没有用，但却让我们中国人在外国人面前丢尽了脸面。大家好，欢迎来到公子视频节目，我是公子沈。刚才看到了那两段影片，我们也知道今天要讲什么了，就是在网上讨论最热烈的一件事。在日本有一个店家，他在店门口贴出了一个告示牌，上面写着不欢迎中国人和不欢迎韩国人入内。结果这个事情就引发了在日本的一些中国网红他们拍自媒体的到店里去骚扰进行抗议，另外还去报警，甚至准备起诉。这个事情在日本的华人圈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论，到底这个店家有没有权利这么做，他是不是涉嫌歧视，而中国粉红的表现如何来看待？今天我们就好好来聊一聊。首先我们要了解事实，到底发生了什么。这家店是卖中华料理的，然后它的门口贴了个告示牌，除了不欢迎中国人以外，还不欢迎韩国人。那旁边他写了一个理由，是预防中国病毒。然后呢，中国的这些网红就进店家去骚扰他们去抗议，大声的咒骂。甚至中国的互联网上也讨论这个事儿，有人还说这个日本人就欠原子弹，因为他们看到了日本的店家不欢迎中国人进入，他们玻璃心碎了。这种玻璃心要不得。从我个人角度来讲，他爱歧视谁歧视谁，他爱讨厌谁讨厌谁，这是他的自由。他如果说不允许中国人进入，不允许加拿大人进入，不允许美国人进入，甚至不允许公子沈进入，我觉得都无所谓。我又不是说一定要去这家店，对不对？他有权利去讨厌谁，这是我的个人的看法。小粉红的这个玻璃心这感情太过于脆弱。日本有2亿多人口，有这么几个人讨厌中国人，不想给中国人提供服务 ，so what 又怎么样呢？你强迫人家必须喜欢你，必须为你服务，对吧？人家不喜欢你，你还要和平人家，我觉得这就很可笑了。所以这些人拍片当然是为了流量，但是他们
跑到人店家里边去骚扰人家、大骂人家。虽然他们骗到了流量，但是让他们的形象反而体现出为什么人家讨厌你，为什么韩国人就没人去。韩国的民族主义是非常强的，比中国强多了。中国人是一个虚假的民族主义，韩国人的民族主义更真实，虽然它也是有煽动成分，但是更真实、更团结。但是你看到韩国人就没有去骚扰这家店家，只有中国人为了流量跑过去撒泼打滚、泼妇骂街。所以说，这些粉红的玻璃心让我们真的看不起。中国那么多的牌子写的不允许日本人进入，那么强烈的一个反日的民族仇恨心理，充斥了那么多的宣扬暴力的反人类的言论，请问你怎么不骂呢？请问你怎么不站出来说不应该这么做？那个女孩只不过是为了照相，穿一个和服在中国的街头被警察带走。请问这些在日本的中国博主，说一口非常流利日语的中国人，他们有站出来为这个穿和服的女生说话吗？你们见不到他，为什么？因为不敢。因为反日、反美、排外现在已经逐渐成为一个主流的意识形态或者价值观了，所以说他们也不敢得罪中国的粉红，甚至他们自身就是粉红。你说粉红怎么还跑到日本来呢？那很正常，对吧？粉红全世界都是，不管他们嘴上说什么，身体还是非常诚实的，知道外国就是比自己的祖国好，否则也不会去寄人篱下。但是你到了日本，踏踏实实融入这个社会，对吧？了解日本，理解日本，也尊重自由民主。反对集权专制，这样的话，谁会看不起你呢？别人看不起你只有一个理由，就是你到了海外，但是你还是处处体现出中国人的普遍的国民素质低下，甚至不断的迎合中共这个在全世界臭名昭著的集权政府。那请问别人怎么可能瞧得起你，对吧？你首先言行不一。如果你是一个特别坚定的爱国者，共产主义战士，愿意为理想抛头颅洒热血坚决不买所有的日本的、美国的所有东西，我可能会觉得你蠢，但是不会觉得你坏，我不会瞧不起你。但是这些人说一套做一套，自己享受的自由民主，然后拍着共产党的马屁，拍着粉红的马屁，别说日本人歧视他了，我都会歧视他。那你要说这些人不可能跟我们一样，都是有非常坚定的政治立场，坚定的反对共产党，我无所谓，不一定非得这样做至少那些所谓的爱国统战组织的活动，你至少不用去吧。中国的一些社会现象，从毒奶粉到假疫苗，你有没有说过一句话？怎么粉红歧视日本人就没事儿，但是日本人歧视中国人，你就站出来跳脚了，你就不爽了？不是说歧视是对的，而是说这些人的反应，我觉得是很虚伪。所以说他们并不是真正的反对歧视，他们是反对别人歧视自己，但是自己其实也在歧视别人。骂完粉红之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个日本店家，他是不是歧视中国人，歧视韩国人？其中一个粉红跑进去之后，然后大骂这个店家，店家说为什么呢？他解释了一句，他说我就觉得中国人令我恶心那他这个话很明显是一种情绪化的表达就是觉得我就看不起你们中国人，就不想为中国人服务，基本是这个意思咱们先把韩国人抛在一边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对韩国人也这么愤怒，但是他如果讨厌中国人，不愿意为中国人服务，这个在日本违法不违法？这是不是他的个人自由？这个问题呢，其实现场这几个粉红他们报警之后，他其中一个报警是这个店家报警的，因为他们进来骚扰，影响这个店的经营，其实他们也违法了，实际上。然后呢，这个警察没有管，说这是人家的自由，人家贴的这个横幅是人家店的物品，你不能随便动。那么看到这儿呢，作为一个加拿大人，我就会觉得，就这种情况在欧美国家，不管是在美国、在加拿大、在澳大利亚，在这些欧美国家，可能有些欧洲国家我不太清楚，但是至少在美加，在北美肯定是被告的，几乎是一告一个准的，因为包括我们这个省份或者美国的某个州都有反歧视法，然后联邦法律当中也有人权法案，也提到了你不能够基于对方的性别、种族、出生地或者性取向等等等等，不能因为这些原因去歧视对方。这种案件其实非常非常多，在欧美。但是最近呢，有些案件我看到网上也有人提出了，说在科罗拉多州，这个做网站的人拒绝为这个同性恋服务。做网站和做一盘菜是有差别的，做网站要写字儿，那这个字儿是属于言论自由，你不能逼我一定说这个话，我不想说这个话。其实这件事情在美国各个州可能判决都不一样，最后要到最高法院，由最高法院来裁决。就是说你拒绝服务，你必须有提出一个理由来。你在门口立个牌子说你不穿鞋不穿衣服你就不能进来，
因为这个店有自己的着装要求，它没有针对某一个群体，比如说年轻人、老年人啊，来自中国的人啊，或者是同性恋，对吧？某一类群体，它没有针对，它就是说你必须穿衣服才能进来，你不穿衣服不穿鞋，你光着身子进来，那我有权利拒绝为你服务，对吧？所以你必须要有理由，这个理由能说得过去，不涉及到针对某一个群体的歧视。那么回过头来说日本，在日本其实也有类似的案件，就是有一个温泉，他说只允许日本人进入，被告之后法院判决你是歧视，你不能够说只能日本人进入。所以说即使在日本也有一些模糊地带，这个事情本身就很模糊，这个店家到底有没有权利表达自己的对某一个族群的歧视或者看法。我看到有一个粉红就跑到了东京当地的法院，然后问这个情况到底违不违法，然后东京裁判所的人说这个事情可能涉嫌歧视啊，所以说在日本有可能就粉红还真能告赢呢。但是呢，我可以这么说，就是在日本的这种模糊性要比欧美国家更强一点，更加模糊一点啊。欧美国家的这个是非常明确的有反歧视法，除非你有特别说得过去的理由才行啊。而且呢，还有可能你前面都会输啊，官司都会输，一直到最高法院。但是在日本呢，一般情况下呢，这些店家呢都有这样的权利啊，拒绝。比如说很多地方，他觉得你跟他沟通不畅，你不会日语啊，他就不拒绝你服务啊。比如说曾经有沙龙，也就是理发馆就拒绝服务，然后这个纹身店拒绝服务，因为你不会日语啊。他不是说歧视外国人，因为你是外国人他歧视你，而是因为你不会日语，所以说没法跟你沟通，会产生一些纠葛，为了省事儿啊，怕找麻烦。那这个呢就有点属于模糊地带了，对吧？他没有在门口立个牌子，你必须会日语才能进啊，或者是你必须是日本人才能进，他没有这个牌子。但是当你进去之后，你不说日语，或者日语说的不好，他可能拒绝为你服务。那你这时候去告他，不一定能告赢，大概率你告不赢的。所以在日本呢，这就是有一些模糊地带啊，模糊更多一点。那从这个店家来讲的话呢，他有个理由，他这上面写了，说是因为疫情。到了法院，那可能你要拿出证据来证明你拒绝中国人跟韩国人是以疫情为理由，那你要证明中国跟韩国的疫情要比日本更严重。那证明不了的话，这个理由是不成立的了就。但是他如果证明不了这一点的话，真的有可能会输掉这个官司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我看到网上包括在欧美国家也很多人在争论这个事情。你想连最高法院都审理了，说明这个事情确实是值得大家去讨论争论，最终有一个判定。特别是这里边有很多处于模糊地带的事情啊，需要 clarify 啊，就是更清晰化一点。但是如果我们先不讲法律，因为各地的法律不一样，我们只是说个人观感的话啊，就像我刚开始说的，任何人都有讨厌我的自由，你大不了不去这家店就好了，你大不了不跟他打交道就好了。我觉得可以完全尊重对方表达讨厌我的看法，而不会强制的要求你闭嘴，要求上级对你封杀，甚至这个小粉红还跑到什么中国大使馆，还找中国大使馆出面啊，这就更可笑了。就是这些人不懂什么叫互相尊重。其实遇到这种店呢，一开始你可能会感官不太好。如果我是个中国国籍的中国人，那么我可能看到之后，也许我会走进店里边，不会像这些粉红这样大吵大闹，而是告诉他你有讨厌中国人的自由。我不会 take it personal， 我不会认为你就是讨厌我个人，你可能讨厌中国这个群体，中国这个文化现象，或者中国这个国民素质啊，没关系。我告诉你，你讨厌的这些中国人的这些东西我都没有，或者说我告诉你我也是中国人，但是我跟你一样讨厌很多中国人的行为，我们也不一定非要到这个店来，但是作为中国人，我尊重你的看法，尊重你对这些人的不满。如果你有些更具体的不满的地方，可以讲出来，看看我是不是跟你的看法是一致的啊。我这么说之后啊，就可以更深入的交流了。就算不再深入交流了，我走了之后，没准这个店主看到有这样的中国人，这么讲道理，这么有理智，这么通情达理，在很多议题上跟他想法居然是一致的中国人，他没准自己就把这牌子摘下来了。所以这里边就是一个沟通的技巧。而这些小粉红，他们拿着手机啊，拍着视频，冲到人店里头大吵大闹，就像我刚才说的，反而证明了别人讨厌你是有理由的。好，感谢收看这期的公子视频，欢迎大家点击订阅这个频道。如果大家喜欢这节目，也欢迎加入会员来收看会员专属的影片。
如果这个事情后面有后续，我也会跟大家及时报道。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节目再见。